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Memoir of Letty 的小说故事。发生了在一战时期，法国翻译官跟泰国皇室官员在面对身份、地位、国籍等不同问题下的凄美爱情故事。注意，后面还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要被剧透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角，公的名字叫提勒塔，之后都会简称他做提。28岁，是一名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泰国的皇室官员，敢于挑战常规，性格有点固执。这个名字叫拉提，25岁，本身是泰国人，而且还是低下阶层。他做仆人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后来他被法国的外交官收养了。为了感谢养父的栽培和不要丢了养父的脸，至少努力学习，精通了英法泰3语。长大后成了法国外交官的翻译员，为人性格谨慎保守。故事开始，拉提以随行翻译员的身份跟随法国大使的官员到了泰国外访。趁有点自由时间拉提就去了矿祭点，中途遇到了提来主动搭话，但提只告诉了拉提自己是大学教授，没有表明自己是皇室官员的身份。离开泰国多年的拉提对现在的泰国很感兴趣，提就自愿当时的导游的角色，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慢慢的变好。然而没多久后，拉提却发现了提是皇室官员。考虑到自己也算是法国的代表，拉提觉得提一开始的靠近是另有目的，拉提就很生气，不再跟提见面。提很努力的跟拉提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提一开始没有表明身份是因为他怕如果拉提一开始就知道他是皇室的官员，拉提就不会愿意跟他当朋友。但拉提还是不愿意放下对提的戒心，直到后来拉提在泰国唯一的一个亲戚阿姨以两个人现在身份有别而躲开拉提。拉提就很伤心，提就想办法哄拉提开心，又为拉提准备了一大堆好吃的。提也努力的开解拉提，看着提真诚的照顾自己，拉提也终于放下了对提的戒心。不知不觉，拉提也是这样子在泰国待了1个月，他跟提的关系也变得很亲密，甚至有时候会有点暧昧。但始终拉提只是跟随法国官员到泰国外访，所以外访结束，拉提也需要回法国了。提觉得伤心，但他也不能做什么，只能目送拉提回法国。但是因为当时的正值一战时期，国与国之间的通讯都会变得很复杂。为了确保法国真的有意跟泰国结为同盟，泰国是借口说想要请拉提来泰国教法文，但实际上这是想要让拉提当类似人质的存在。法国也清楚明白泰国担心的问题，在经过详细的考虑后，当拉提才刚回到法国的第7天，他就被以语言交流为由派去常驻泰国。这下就不再是短暂的外访了，而是直接要在泰国住3年。提一听到拉提要来泰国常住，即便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提已经到处张罗拉提的住处，还帮拉提调动上手的仆人，这为了让拉提可以在泰国过得舒服。虽然提都向外宣称自己只是想要照顾好法国的世界，但他的内心其实很清楚，自己对拉提的感情并不只限于朋友。拉提才刚到泰国，就因为之前坐了1整个月的船而很不舒服，提就为拉提打点好一切，对于提无微不至的照顾，拉提心动了。后来拉提就开始了教法文的课，提也是学生之一。除了因为在学校常见面外，提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找拉提，可能是吃饭，可能是逛街，两人的感情也逐渐的升温。但由于提和拉提常常混在一起，加上提明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却一直不结婚，所以就开始有人造谣说提跟拉提的关系不寻常。提是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但拉提却无法不在意。拉提要考虑自己是法国世杰的身份，而且即便现在他已经被收养了，但在泰国他本来的身份始终也只是一个仆人的儿子，所以拉提一直压抑自己对提的感情。甚至当拉提听说提有婚约结后，拉提就向提说希望自己在离开泰国前可以出席提的婚礼。提听完拉提的话当然就是很伤心，但提也看得出拉提对自己是有意的，只是拉提不愿意去承认这份感情。提也不想要逼拉提，所以他只能亲吻拉提的额头表示自己的心意。之后提跟拉提还是如常的相处，只是比以前再多了几分的暧昧，两个人都看破不说破。但是提这边的家长不可能让提就这样子自由的下去，所以他们就多次的制造机会，就为了让提多跟未婚妻相处。拉提自然很不开心，但一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要离开泰国，拉提也什么都做不了。提其实有一再的向拉提保证自己对未婚妻没有任何感情，提也不断的向拉提表明自己的爱意，但拉提却一而再的躲避话题，不愿意向提坦白自己的心意。终于有一天，提再也受不了拉提的逃避，提甚至不屑求自己可以跟拉提在一起，他只求了拉提明确的告诉自己
两人的心意是否相通。但拉提却指挥说这份感情呢不是好事，拒绝承认了自己也对提呢有意。提呢因此伤心的离开了。两人之后呢就稍微拉开了一段距离。但一想到拉提在泰国的时间有限，提呢还是先释出了善意，表示呢自己还是想要跟拉提好好的相处。之后两人的关系呢就恢复到像之前那样子，有点暧昧，又始终的不越界不说破。但提呢还是有意无意的比以前多拉开了一些距离。时间一久，反而变成拉提受不了了。有一天，当两人还在吃饭的时候，拉提突然悲从中出，离开了饭桌。提自然的跟了过去。拉提终于忍不住的说自己很爱提，但一想到提之后要结婚，他们两人早晚要分开，拉提就哭到不能自己。提很开心，拉提终于承认自己的心意，但同时他也跟拉提一样的伤心。面对无法反抗的命运，他们都非常的无力，只能悲喜交加的哭着互相拥吻。虽然两人的心意相通了，但日子也只能照过。后来提跟拉提出席了一场仆人的婚礼，拉提有点伤感的说，希望下一辈子可以重遇提，希望下辈子两人不会再因为性别和身份而不能在一起。提就说其实这辈子也可以，他愿意为了拉提逃去法国，但拉提保持理性的拒绝了提的建议。提的身份有太多的责任不能抛弃，如果提真的这样子做了，拉提觉得自己会自责一辈子。但之后拉提又反过来建议两个人可以私下结婚。拉提很有仪式的把养母送给他的戒指送了给提，提也把祖传的戒指送了给拉提。两人以戒指为证，不管未来如何，他们都只爱对方。之后两人就好好珍惜拉提还留在泰国的日子。但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拉提终于知道了提家里的过去。提的父母就是门当户对下安排的婚姻，至少提就知道父母没有很亲，而且提还看着父亲真正的爱人成为了小妾。然而小妾在提的家里却终身被人瞧不起。提无法接受这样子的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一直都在拖延跟未婚妻的婚事。其实只要拉提愿意，提真的可以完全放弃泰国的一切。他也不止一次跟拉提讲过，但无奈拉提还是不敢，所以提也只能尊重拉提的想法。然而当拉提了解完提的过去，他明白到提的决心，拉提终于决定要为爱勇敢一次。他告诉提想要两个人一起变老，问提要不要去法国留学。提当然是很开心的答应了。但这个时候拉提3年任教日期也到了，所以拉提就先回了法国，提就继续留在泰国处理离职和申请留学的手续。两个人开始透过书信远距离。然而书信来往1个月后，拉提的父亲却发现了他们俩的关系。拉提的父亲震怒，不让两个人再有任何的联络。提寄给拉提的信全部都被拦了下来。拉提永远感谢养父的收养之恩，所以被骂过以后，拉提就立即缩了回去，不敢再想了跟提的未来。拉提跟提就这样子断联了3个月。中间提甚至有请人帮忙亲自去找拉提，但拉提却不愿意知道任何跟提有关的事。而且提在泰国也过得很不顺利。提本来是希望尽量减轻对家族的伤害后再申请了去法国，但提的阿妈却无视了提的意愿，直接向皇上要求赐婚，强硬的为提办婚礼。但提还是没有放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拉提送给他的戒指寄回给拉提，告诉拉提他有新的婚戒要戴了，所以要把旧的还给拉提。但提也表示即便到死了，他心里永远还是只爱拉提一人。知道提要结婚，拉提崩溃了，整个人变得很颓废，毫无生气。养父看着这样子的拉提也很舍不得，终于松口叫拉提赶去泰国，至少要好好的跟提道别。然而当拉提赶到泰国的时候，拉提才知道提和未婚妻都失踪了，全部人都不知道他们去哪了，甚至到了婚礼当天，两个人还是没有出现。直到婚礼取消，未婚妻才出现，告诉众人提短暂的出家了。本来提还闹到要自杀，是未婚妻阻止了，所以提才选择短暂的出家。当然这都是提跟未婚妻约好的说辞。不过提确实还在深山里面修行，除非家里妥协不再干涉他的婚事，不然提就干脆永远的出家。当知道提人是安全的，即便见不了面，拉提还是时候要回法国了。听到了提对抗家里的决心，拉提选择相信提的决定，想要等了一切尘埃落定后再联络提。但就在拉提要坐船离开泰国的时候，提却来送行了。提还写了一本书送给拉提，记录了他们两个的故事。那本书的书名就叫 Memoir of Lathi。 之后提和拉提继续的远距离，而提的家里也不再强迫提结婚。考虑到提的办事能力，皇室不想要国家失去优秀的人才，所以也不再追究提逃婚的事。提后来还升格成为了大臣，可以常常到法国出差。两边的家人都算是默认了提跟拉提的关系。
之后拉提还请人重新的设计了一个婚戒送给提，两人的心意相通，完美撒花。以上就是 Memoir of Lathi 的小说故事。小说故事是两人没有分手也没有结婚，这是互相认定了对方是自己一辈子这样子。以现在的角度来说，可能不算是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在官方历史记载上呢，提跟拉提顶多只会是室友的关系。但考虑到当时是世界大战的时期，对同性恋还很保守的年代，提拉提的故事至少不是 BE 呢，就已经很好了。其实整个故事也没有想象中的虐，提呢一直都很勇敢的表达自己的爱意，只是拉提呢一直躲不敢的勇敢一次，所以他们是到了小说非常后面才互相的确认了心意。不知道剧在这边呢会不会改一下，如果不改的话，观众可能会没有耐心的看下去。泰文小说可以在 Map 上面找得到，提跟拉提呢整个故事都带着悲伤的色彩，情绪都刻画得很细腻，个人呢是很喜欢。但如果本身不喜欢看虐的话，可能只看剧就好了，没有必要被虐2次。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Memoir of Lathi 的故事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